King List, a record older than history itself. In the desert of southern Peru, the sky opened. They came not to conquer. 你知道吗？我们现在生活中很多习以为常的东西，像是文字、时间，甚至是城市这个概念，其实都来自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，他们就是苏美尔人，可以说是人类文明的摇篮。但吊诡的是，这个为我们开启历史的民族，他们自己的故事却是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谜团。所以，当我们问历史是从哪里开始的，你可能会马上想到古埃及金字塔，或是古希腊的哲学家，对吧？但如果我们再往前挖深一点，会发现一个更早也更神秘的源头。没错，就是这些刻在泥板上的记号，对很多人来说，这就是历史的开端。这是一个叫做苏美尔的神秘民族发明的文字，也就是楔形文字。你可以想象，这是人类的思想第一次被固定下来。苏美尔人给了我们记录历史的工具，但最讽刺的是什么？就是他们自己的历史反而留下一大堆问号。他们为我们的文明奠定了基石，但他们自己是谁，从哪来到哪去了，全都是谜。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当个考古侦探，深入挖掘苏美尔文明留下的5个到现在都还没有答案的巨大谜团。好，我们就从第一个谜团开始。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最根本的，苏美尔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我跟你说，学者到现在都还在吵，完全没有定论。他们就好像是突然蹦一声就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。我们看看，大概在西元前4500年左右，他们就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。他们自称是黑头人，但奇怪的是，他们的语言跟周遭所有民族，像是说闪族语或印欧语的邻居完全不一样。甚至苏美尔这个名字都不是他们自己取的，是隔壁的阿卡德人帮他们取的。所以啦，他们是谁？他们从哪里来？哇，这个问题已经让历史学家头痛超过100年了。他们的语言在语言学上被称为语言孤岛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它跟我们目前知道的所有语言都找不到任何亲戚关系，就好像是自己独立冒出来的。这真的非常非常不寻常，因为一般的语言你多少都能追溯它的演化过程，但苏美尔语没有，所以他们的起源就成了古代史上一个最根本的大哉问。这就像一把解开他们身世之谜的钥匙，但我们却找不到对的锁口，转都转不动。好，他们的起源已经够神秘了，对吧？接下来这个谜团就更厉害了，因为他们留下来的文字记录，直接把谜团的等级又往上提升了好几层。我们来看看这个一份古老的国王名单，里面写的东西会让你分不清楚到底是在读历史，还是在看神话故事。这份文件叫做苏美尔王表，你看上面列出了他们历代的国王，但你看一下在位时间，大洪水前的第一位国王叫做阿鲁里姆，在位28800年，下一位36000年，这怎么可能？这绝对不是正常人类的寿命嘛！你没看错这个数字哦，在大洪水来临之前，光是前面这8位国王加起来总共统治了241200年。哇，所以问题来了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是他们随便掰的神话故事，还是说这是一种我们现在还无法理解的他们独特的计算时间的方式？现在学者比较普遍的看法是这样啦，他们认为这份王表其实是以大洪水当做一个分水岭。洪水之前是那种动不动就统治几万年的神话时代，国王跟神一样，然后大洪水来了，世界重置。洪水过后呢，王权又再次从天而降，但这时候国王的在位时间就开始变得正常多了，比较像我们认知的历史。像是到了西元前2700年左右，终于出现了一位国王，叫恩美巴拉格西。他是第一个可以在其他考古证据中被证实真实存在的人。所以说，这份王表可能不只是单纯的历史记录，它更像是在宣示我们的统治权是从神那里来的，是合法的。
好，看完了有点超现实的文字记录，现在我们来看看考古学家挖出来的真实证据。而这第3个谜团呢，可以说是考古史上最让人背脊发凉的发现之一。我们要看的是一个距今4500年前的，可以说是一个命案现场。这就是当时英国考古学家伍利挖出来的景象，地点在古代苏美尔的乌尔城，一个皇家陵墓区。他把这个地方命名为死亡大坑，为什么？因为里面有整整74具遗骸，排列得非常整齐。他们大部分是女性，看起来像是随从，跟着某位王室贵族一起被埋葬。所以最关键的问题来了，这到底是一群忠心耿耿的仆人自愿跟着主人到另一个世界去，还是一场极度残酷的公开集体献祭？这个问题从他被发现的那天起就吵到现在，因为现场留下的证据彼此之间是互相矛盾的，指向了好几种完全不同，但每一种都让人觉得很不舒服的可能性。来，我们看看几种主要的理论。第一种是集体自杀，最早的挖掘者伍利就是这么想的。他觉得这些人是心甘情愿喝下毒药，因为现场找到了很多杯子，而且尸体排列得很整齐嘛。但第二种理论叫疑似谋杀，就完全推翻了这个说法。因为最近科学家重新去检验那些头骨，发现上面有很多被钝器重击的痕迹，这听起来就比较像是暴力杀害了。那还有第3种理论更复杂，叫做分段式仪式。这个理论认为，有些人体甚至有被加热和防腐处理的迹象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他们可能是在别的地方被杀，尸体处理好之后才被运到墓穴里，像道具一样被精心布置，完成一场非常漫长的仪式。所以你说真相到底是什么？是自愿的，还是被迫的，还是一场死亡大戏？这个死亡大坑的谜团到现在还是无解。接下来这第4个谜团就跟我们刚刚提过的苏美尔王表有直接关系了，而且这个故事的影响力可以说是穿越了几千年，在后来很多文明的神话里都听得到它的回音。就是在王表里记载了这么一句话，然后洪水淹没了一切。听起来很简单，对吧？但这句话非常关键，它不只是一个分界点，划开了神话时代跟历史时代。它的背后其实藏着一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故事。我们来比较一下在苏美尔的传说，大概是西元前2300年的时候，就记载着众神决定要用大洪水毁灭人类。但有一个好心的神叫恩基，偷偷跑去警告一个叫朱苏德拉的好人，叫他赶快造一艘大船，把所有动物一公一母带上去。这个故事听起来有没有很耳熟？没错，就是圣经里的挪亚方舟。圣经成书的时间比苏美尔的记录晚了1000多年，这就让我们看到苏美尔文明的影响力有多惊人。他们的故事可以说是后来所有大洪水传说的原型。那这就引出一个更大的问题：传说的背后会不会真的发生过一场毁天灭地的大洪水呢？好了，前面谈了这么多，我们来到最后一个，也是可能最大的一个谜团，那就是苏美尔人这个民族本身后来到底怎么了？一个这么先进、这么重要的文明，为什么会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得一干二净？苏美尔文明的消失其实不是一夕之间发生的，它比较像是一连串骨牌效应。首先，他们各个城邦之间常年打仗，为了抢水、抢土地，内耗非常严重。再来是环境问题，他们长期用灌溉的方式种田，结果导致土壤盐分越来越高，最后什么都种不出来了。更惨的是，他们赖以为生的那2条大河——底格里斯河跟幼发拉底河，还改道了。很多大城市就这样被晾在离水源很远的地方。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，最后外族像是阿摩利人跟埃兰人就趁虚而入。大约在西元前2004年，最后一个苏美尔王朝就这样灭亡了。所以苏美尔人并没有被灭绝，他们比较像是渐渐地融入了后来的阿卡德、巴比伦和亚述这些文化里面。他们的语言慢慢没有人说了，变成一种像拉丁文一样的古典语言。
他们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身份，就这样被历史遗忘了整整4000年。一直要到19世纪，考古学家把那些泥板挖出来，我们才重新认识了这个伟大的文明。不过，这就带出了我们最后要思考的一个问题：苏美尔人真的消失了吗？还是说，我们其实一直都活在他们所创造的世界里？你想想看，我们现在用的时间1分钟60秒，1小时60分钟，这是他们发明的60进位法。我们读的那些英雄史诗故事，最早的原型来自他们。我们住在城市里，这个概念也是他们开创的。这么说来，他们是不是从来没有真的消失？或许他们只是变成了我们现代文明的 DNA， 一直都藏在我们身边，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而已。